大家好，这里是柳二姐美食。把土豆放进滚烫的油锅，瞬间变美食。这做法实在是太香了，30年来头一次见。做法简单，美味又营养。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个从菜市场捡来的土豆，用小劈刀把皮给它削去不要。做这款美食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选择这种黄心的土豆。削好皮之后，给它改一下刀，都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。土豆切好之后，给它摆入一个白色的盘子中，然后冷水上锅，盖上盖子，上气计时蒸10分钟，把土豆给它蒸熟。土豆蒸好之后，给它倒在一个漂亮的大碗里面。接下来趁热用叉子把它压成泥。压成土豆泥之后，往里面加入3克的食用盐，给它入个底味儿。再加入1克的黑胡椒粉，然后给它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往里面加入80克的土豆淀粉，再次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搅成絮状。最后我们再给它揉成一个土豆面团，下手抓一团出来，大小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定，放到手心里面给它弹一下，弹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，大小像个鸡蛋黄那么大。弹圆之后，再给它放到案板上面，找一个漏勺，上面给它蘸上食用油，然后就像这样往下面给它用力的压，压出一个花形。好了，像这样一个漂亮的生胚就做好了。所有的生坯依次做好，全部给它摆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烧至5成热，筷子放进去，迅速冒小泡，这个油温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给它调成中小火，这会儿把我们做好的土豆饼的生坯给它放进来。放的时候一定要一个一个的放，千万不要给它丢到一块了。全部放进来之后，先不要动它，用手轻轻的晃动一下锅，防止它粘锅糊底。然后开中小火，慢慢的给它沁炸。炸至定型之后，用筷子轻轻的给它摆动一下，防止它粘连到一块儿。炸至所有的生坯全部漂浮起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筷子不停的给它翻面，这样可以使它受热均匀，炸出来的生坯颜色一致。好了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一直把它们炸至表面颜色金黄酥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给它捞出控油，然后再给它均匀的摆入盘中，端上桌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，真的是非常的诱人啊，金黄金黄的，已经忍不住了，拿一个让大家看一下。表面颜色金黄酥脆，听下声音，真的是非常的酥脆啊！掰开来看一下里面，哇，里面还是空心的，非常的软糯啊，一股浓浓的土豆香扑鼻而来。先来替大家尝一下，哇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外酥里糯，咸香味优美。虽然是油炸的，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哦，每一口都是非常的酥脆。一口一个，真的是超级的过瘾又解馋呀！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上面撒少许的七味糖心子或者是烧烤料、椒盐都可以的，那味道别提多爽了。每次土豆这样做，上桌大人小孩都是抢着吃，连吃1周都不腻。用来招待客人也是超级的有面子哦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没想到一个简简单单的土豆，已经被我做成吃不起的样子。在饭店一份卖48，在家做成本不到5毛钱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试哦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好啦，今天的美食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、点赞、留言、转发哟。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柳二姐美食。为什么饭店的饺子那么好吃呢？原来做法这么简单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调芹菜猪肉饺子馅的小技巧，大家只要牢记2放3不放的诀窍，保证你调出来的芹菜饺子馅鲜嫩多汁，不腥也不柴。其实方法非常简单，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来熬个大凉水，锅里面加入1碗清水，放入1小把的青红花椒，开大火给它煮一下，煮出花椒水的香味。水开之后煮2分钟，然后关火放凉备用。下面我们再准备适量的芹菜，提前洗干净控干水分，然后用手给它掰一下，把芹菜上面这个丝给它掰掉不要。
喜欢吃白菜的话，也可以放点白菜。在我们这边过年的时候，一般都是吃芹菜饺子馅比较多。接下来再用刀从中间给它1分为2。调芹菜饺子馅的时候，芹菜千万不要用绞肉机给它打，那样把芹菜里面的纤维都给它破坏了，芹菜的营养都被流失了。最后再改刀切成芹菜丁，切的时候尽量给它切细一点。全部切成小丁之后，再用刀给它斩一下，尽量给它斩碎一点。芹菜丁全部剁好之后，给它装在一个大点的碗中，先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盐，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，杀一杀芹菜里面的水分。大家切记，芹菜千万不要焯水哦，一旦焯水，芹菜的营养都被流失了。我们用盐提前给芹菜杀一下水，这样可以使芹菜又脆又嫩，而且又非常的入味好吃哦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再切点小料，准备适量的大葱，从中间给它1分为2，然后再给它剖开，最后改刀切成葱花。葱花切好之后，装入个碗中备用，然后再切适量的姜末，全部准备好之后放一旁备用。花椒水冷凉之后，往里面加入适量的葱姜。葱姜我们一定要等到花椒水冷凉之后再放，如果烫的时候放的话，会有一股死葱味。然后下手给它抓一下，抓出葱姜水。调饺子馅的时候加入葱姜花椒水，可以使我们的肉馅吃起来更加的鲜嫩，而且一点都不腥哦。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制肉馅，盆中准备3斤的肉馅，这个肉馅我们最好选择五花肉或者是前腿肉，因为这个地方的肉肥瘦均匀，吃起来比较嫩。然后把我们的葱姜大料水给它倒进来，倒的时候不要倒完，我们分3次倒。倒进来之后先不要搅动的，然后就像这样用手给它抓一下，把葱姜水吃到肉馅里面，这样好容易打上劲儿。对，第一次葱姜大料水吃进来之后，然后往里面加入第2次葱姜大料水。这一次我们可以用手朝一个方向不停的给它搅拌。第2次葱姜水全部吃进来之后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时候的肉馅开始变得有点粉嫩了。接下来我们第3次加入葱姜花椒水，继续朝一个方向不停的给它搅拌，一直给它搅打上劲儿。第3次葱姜水全部吃起来之后，大家看一下，肉馅看起来油光水亮的，像这样就说明搅打上劲了。一般情况下，1斤肉馅我们给它加8两水，这样调出来的肉馅特别的鲜嫩多汁。调好之后，我们就像这样，再用力的给它摔打一下肉馅，这样我们调出来的肉馅吃起来更加的 Q 弹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筷子放进去不倒，像这样也是说明打上劲了。接下来我们开始给它调一下味儿，加入适量的生抽，少许的老抽，蚝油适量，适量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再加入适量的鸡粉，最后加入2颗母鸡蛋，然后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。调芹菜饺子馅的时候3不放就是白糖、料酒和13香。加入料酒会有一股怪怪的味道，因为13香的香味比较浓，那样会遮住肉的鲜味。加入鸡蛋可以使我们调出来的肉馅吃起来口感更加的鲜嫩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把我们提前切好的葱姜给它倒进来。这会儿我们的芹菜也已经腌出水了，然后下手给它挪一下，把里面的水分给它挤出来。挤的时候不要挤得太干，保留一点芹菜的水分，然后再给它放到我们的肉馅里面。再次用筷子充分的把它们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最后往上面淋入适量的小磨香油。大家切记，香油我们一定要最后放哦，这样才能吃出香油的味道。如果提早放的话，香油的香味就被挥发出去了。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之后，像这样我们的芹菜猪肉饺子馅就调好了。大家看一下，颜色非常的漂亮。大家只要牢记2放3不放的诀窍，保证您调出来的芹菜猪肉饺子馅鲜嫩多汁，不腥也不柴，肉馅像肉丸子一样个个都爆弹。每次用这种方法调出来的饺子馅，就连不爱吃饺子的老公都能吃上2大碗。
喜欢吃饺子的朋友一定要试试这个方法哟，真的是非常的好吃。好啦，今天给大家分享调芹菜猪肉饺子馅的小技巧就到这里了。大家如果感觉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我评论转发支持一下吧。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在这里，刘二姐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年年都能发大财。把面粉倒入鸡蛋里面，作用真是太厉害了，吃一次保证你忘不了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刘二姐美食。今天我们用鸡蛋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美食，很多人都没有吃过哟。做法简单，美味又营养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跟着视频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。首先我们准备一只大碗，往里面加入10个土鸡蛋，加入少许的食用盐，这样可以给鸡蛋进行一个消毒杀菌的好处。然后再加入适量的82年的高度白酒，最后再加入适量的长江水，水的量没过鸡蛋就可以了。用手给它搅拌一下，放在这里给它浸泡10分钟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把鸡蛋仔细的给它清洗干净，因为鸡蛋表面沾附着大量的细菌和大肠杆菌，如果不把它清洗干净的话，这样吃了很不卫生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鸡蛋每一个都给它清洗干净哦。全部洗好之后，然后我们给它捞出，再把洗好的鸡蛋给它放到一个厨房用纸上面，上面再给它盖上一层厨房用纸，把鸡蛋表面的水分充分的给它吸收干净。另外我们准备一个漂亮的小碗，向里面加入50度的高度白酒，一定要选择高度白酒哦。再把洗干净的鸡蛋放在里面给它滚一圈，均匀的沾上一层白酒，再把滚过白酒的鸡蛋放到一个干燥的大碗里面，紧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面粉，再下手把每个鸡蛋表面都均匀的裹上一层面粉，裹成像这样就可以了。鸡蛋全部沾过面粉之后，先给它装入一个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再往盆中加入适量的面粉，加入30克左右的食用盐，盐我们要稍微多一些，适量的五香粉，再来适量的茴香粉，少许的花椒粉，再把我们刚刚蘸过鸡蛋的白酒给它倒进来，再加入适量的山泉水，用筷子给它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最后我们给它搅拌成像视频中这样的厚面糊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再把蘸过面粉的鸡蛋给它放进来，把鸡蛋表面都均匀的裹上一层面糊。在这里我们用面粉代替红泥，既干净又卫生，而且食材我们家都有，裹成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所有的鸡蛋全部蘸过面糊之后，然后给它均匀的摆入一个盘中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上面给它包上一层保鲜膜，防止细菌侵入，放到阴凉通风处给它冷藏腌制7天，就可以享用美食了。如果想让它更加入肉好吃的话，我们可以腌个10天左右再享用美食，那样我们腌出来的鸡蛋个个流油齐沙，而且五香味特别的浓郁，保证让你吃一个就停不下来。这个腌鸡蛋的方法是邻居奶奶用了40年的老方法了，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哦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试，而且它保存的时间又长，就是放上1年也不坏。鸡蛋腌好之后，我们可以把上面的面糊给它洗掉，用来蒸着吃、煮着吃，或者是放到烤箱里面烤着吃，都是非常的好吃哦，比我们自己在家里面腌的咸鸭蛋还要好吃10倍哦。好啦，今天给大家分享鸡蛋的新做法就到这里啦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、点赞、留言、转发哟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刘二姐美食。一到过年，家家户户都会一次性蒸上很多这样的馒头，吃的时候放锅里面热一下，非常的简单快速。但是很多人都是把馒头放到冰箱直接冷藏，其实那样就错了。那样保存的馒头口感很差，又干又硬，而且那样还会滋生大量的细菌，吃了很不卫生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正确保存馒头的方法。保存的馒头口感非常的暄软，像新鲜的一样，而且非常的安全卫生。其实方法非常简单，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点的盆，把需要保存的馒头放到一个大点的盆里面。大家切记一定要选择盆，千万不要用漏筐哦。
如果有漏筐的话，这样保存的馒头会又干又裂。馒头放好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小碗，向里面加入1勺的食用盐，再加入2滴82年的高度白酒，然后再加入半碗纯净水或者是凉白开，一定要选择纯净水或者是凉白开，这样没有细菌。然后下手给它搅拌一下，使食盐融化。然后我们准备一块笼屉布放进里面，用这个水给它打湿，加入食用盐和白酒，这样可以给棉布进行一个消毒杀菌的好处，这样就不会滋生细菌。打湿之后放在这里浸泡5分钟。5分钟之后，我们的笼布已经完全浸湿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下手轻轻的把里面的水分给它挤一下，大家切记千万不要挤得太干。然后再给它盖在我们需要保存的馒头上面，一定要给它密封严实。盖好之后像这样就可以了，放到阴凉通风处，这样可以保存我们的馒头10天都不会坏，也不干不霉。这个保存馒头的方法适合馒头量少进行保存，方法非常的简单实用，是我们农村这边用了一辈子的老方法了。吃的时候放锅里面热一下，和新鲜的一样，非常的蓬松又暄软，而且放上半个月都会不干不硬，也不会发霉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第2个保存馒头的方法，准备一个保鲜膜，把蒸好放凉的馒头放在一个保鲜膜上面，就像这样给它包裹严实，把里面的空气给它完全排出来。一定要把空气给它排出干净，这样细菌就不会进去了，包成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。所有的馒头全部包好之后，准备一个完好无损的塑料袋，把包好的馒头放到一个塑料袋里面，一个袋子里面不需要放太多，然后把口给它扎紧，把里面的空气给它完全排出来。全部密封严实之后，像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把它放到冰箱进行冷冻，像这样保存的馒头放上半年都不会坏。如果我们想吃馒头了，将冷冻的馒头拿出来，然后自然解冻15分钟，接着再将馒头放入蒸锅中蒸10分钟，即可享用美食。用这种方法保存的馒头吃起来非常的蓬松暄软，和新鲜的一样。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实用，大家可以收藏起来试试，绝对比你平时把馒头直接放到冰箱保存还要好吃10倍哦。像这2个馒头，大家看一下，都是张着大大的嘴巴，就是没有按照这2种方法进行保存馒头，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现象。这种馒头就是蒸好了之后也是又干又硬，非常的难吃，口感非常的差。所以我们在保存馒头时，一定用保鲜膜把馒头一个一个的给它包裹严实，这样可以防止冰箱中的空气和菜肴各种气味进入到馒头中，保存的馒头就不会出现发霉的现象。大家只要按照这种方法来保存馒头，保证一点霉味都没有，只有面粉的奶香味，放上半年都不干不硬不发霉，方法非常的简单实用。好啦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保存馒头的小妙招就到这里啦。2种方法，大家感觉哪一种方法比较实用呢？欢迎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点赞留言转发哟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柳二姐美食，想吃薯条别再出去买了，教你30年炸鸡店不爱传的秘方。炸出来的薯条外酥里嫩，凉了不回软，比肯德基店里面的还要好吃哦。其实方法非常简单，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个可爱的土豆，土豆我们要选择这种黄心的土豆，然后用个削皮刀把外皮给它削去，把削过皮的土豆底下给它切一刀，这样可以固定一下位置，然后都给它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大约1公分宽厚就可以了。然后再给它切成1公分宽的长条。所有的土豆条全部切好之后，给它装在一个漂亮的大盆里面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给它洗一下，洗去土豆上面的淀粉。洗好之后，我们给它捞出空水，水开之后加入适量的食用盐入个底味，再把薯条倒进来给它焯一下水，
然后给薯条焯水2分钟，把薯条焯至透明状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我们给它捞出控水，再用个厨房用纸把薯条表面的水分尽量给它擦干净一些。擦好之后，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用盐，适量的鸡精，少许的胡椒粉，先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。搅匀之后，往里面加入适量的生粉，再次用筷子充分的给它搅匀，使每个土豆条上面都均匀的沾上一层生粉就行了。搅拌成像视频中这样就行。接下来锅中加入适量的食用油，烧至5成热，筷子放进去迅速冒小泡，像这个油温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给它调成中小火，这会儿把我们的薯条一个一个的给它放进来。放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丢挨着了。刚刚放进来的时候，先不要动它，用手轻轻的晃动一下锅，防止它粘锅。等我们的土豆条炸至定型之后，然后用筷子轻轻的给它推动一下，防止它粘连到一块儿。如果有粘连到一块的，再用筷子给它掰开，就像这样开中小火，慢慢的给它沁炸。炸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用筷子不停的给它翻拌一下，这样可以使它受热均匀，炸出来的薯条颜色统一。最后我们一直把所有的薯条给它炸至发面金黄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给它捞出控油，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，哗啦哗啦的，非常的酥脆呀。所有的薯条全部炸好之后，我们给它倒在一个黑色的盘子中，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，哇，非常的酥脆呀，颜色金黄诱人，看着就非常的好吃哦。拿出来一个，听一下声音，外皮非常的酥脆呀。哇，已经忍不住了，先来替大家尝一下。哇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外脆里嫩啊，尝一个根本就停不下来。吃薯条怎么能少得了番茄酱呢？然后再搭配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番茄酱，哇，酸酸甜甜的，那味道别提多少了，尝一个让你无法自拔。用这种方法炸出来的薯条真是太好吃了，外酥里嫩，凉了也不回软，大人小孩都是抢着吃，比肯德基店里面还要好吃哦。学会了这个方法，再也不用去外面买了。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卫生，经济又实惠。3块钱的土豆就可以做上满满一大盘，让孩子们一次吃个过瘾。好啦，今天给大家分享炸薯条的小技巧就到这里啦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、点赞、留言、转发哟！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刘二姐美食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春饼非常好吃的家常做法。多加2样食材做出来的春饼，轻薄如纸，怎么撕都撕不破，柔软又劲道，即使凉了也不硬。其实方法非常简单，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。300克面粉中加入3克的食用盐，增加面粉的筋性，然后再加入1个常温蛋清。加入蛋清可以使我们做出来的春卷吃起来柔软劲道，然后用筷子充分的给它们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把面粉1分为2，一半我们用100克刚刚烧好的开水烫面，另外一半我们用80克的凉水和面。用半烫面做出来的春饼吃起来口感柔软劲道，即使凉了也不硬。我们也可以用温水和面，如果用温水和面做出来的春饼凉了容易发干发硬。全部搅成絮状之后，把这2种面混合到一块儿，最后洗干净小手，下手把它揉成面团儿。最后我们给它揉成一个比饺子面稍微偏软的面团就可以了，直接给它取出来，案板上撒少许的干面粉，然后我们就像洗衣服一样，上下来回给它搓，一直把面给它揉匀揉光，这样我们做出来的春饼才不容易破皮儿。我们大约揉面5分钟之后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团非常的光滑细腻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再给它放会大盆里面，最后上面再给它封上一层保鲜膜，防止外皮风干。放一旁给它醒面30分钟到1个小时就可以了。利用醒面的时间，我们来调一个软油酥，往里面加入2勺面粉，加入4勺熟油，
然后用勺子充分的给它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像这样我们的软油酥就调好了，像酸奶状。面皮醒好之后，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面皮，延伸性非常的好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给它取出来，案板上撒少许的干面粉，把我们的面皮放上来，不用揉，从中间给它戳个窝，然后给它转个圈，再用刀给它分开，搓成长条，然后用刀给它切成大约30克一个的面剂子，再把每个小剂子给它整理成一个圆形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把第一个揉圆的剂子给它按扁，取个擀面杖给它擀开，擀成一个比饺子皮大一点的厚片就可以了，像这样就行。每一个都要像这样给它擀，所有的面片全部擀好之后，然后取一个放到案板上面。大家记住，下面不要刷油，上面给它刷上一层我们调好的油酥。之后一定要给它刷均匀。好之后，然后拿一个面片给它落到上面，继续给它刷油。次重复同样的动作。如果我们是新手，第一次做春饼的话，可以降低难度，5、6个落到一块儿就可以了，这样便于操作。最后上面再给它盖上一个，上面这一层大家切记不用刷油。放上来之后，然后用手轻轻的给它按压。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两边按，这样薄厚均匀，做出来的春饼大小统一。按大按圆之后，然后再用擀面杖给它擀成薄饼状。擀的时候也要两边擀。最后我们一直给它擀成像视频中这样的大厚片就可以了。接下来锅中水烧开，放上篦子，再放上一层笼屉布，把做好的春卷生坯给它放上来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，上气计时蒸10分钟。10张饼我们蒸10分钟，8张饼我们就蒸8分钟。时间到关火，然后迅速拿开锅盖，然后我们给它取出来，放到案板上之后，上面我们给它扣上一个盘子，拿个刀给它画上一圈，边缘部分我们也不要扔，可以用来做炒饼吃。这样我们做出来的春饼个个都是圆溜溜的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揭春饼，趁热我们给它揭开。哇，真的是非常的薄啊，大家看一下，特别的好揭，轻薄透亮。看一下，每一张都是比纸还要薄。全部撕好之后，给它装入盘中，像这样我们的春饼就制作完成了。做好的春饼我们可以用来卷菜、卷肉丝，都是非常的好吃哦。大家看一下这个春饼，轻薄透明，比纸还要薄，怎么扯都扯不断，非常的柔软又劲道。因为我们是用半烫面做的，非常的柔软好消化，即使凉了也不硬。喜欢吃春饼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这个方法，绝对比你平时烙出来的春饼要好吃10倍哦。因为我们是用蒸的，特别的柔软，而且水分一点都不流失。大家切记，我们在做春饼的时候，只要多加这2种食材，保证你做出来的春饼柔软劲道，凉了也不硬。新手小白也能一看就会哦，做法真的是非常的简单。好了，今天给大家分享春饼的做法就到这里了。大家如果感觉我的视频对有所帮助的话，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免费的赞吧。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柳二姐美食。把冰冻的汤圆倒进滚烫的油锅里，瞬间变成一道美食。
这个做法你绝对没吃过，真是高手在民间。下面我们跟着视频看一下是怎么做的吧。然后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烧至锅底冒着密集的泡泡时，把准备好的汤圆给它倒进来煮一下。大家切记，我们在煮汤圆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等到水大开再下汤圆，那样煮出来的汤圆容易破皮。等到锅底冒着密集的泡泡时，这样我们在煮汤圆，煮出来的汤圆不破皮，而且吃起来特别的劲道。下进来之后，用手轻轻的晃动一下锅，防止它粘锅。水开之后，给它点入一次冷水，这样煮出来的汤圆熟得更快。然后再用铲子轻轻的给它推动一下，使它受热均匀。一直煮至所有的汤圆全部漂浮起来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用个罩里迅速给它捞出，放入冷水里面给它过个凉。这样我们做出来的汤圆不粘连，而且吃起来特别的劲道。汤圆过凉过透之后，然后我们给它捞出空水，然后给它装入一个漂亮的小碗里面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一只好看的小碗，向里面打入一颗母鸡蛋，用筷子迅速的把它搅拌均匀。接下来把打好的鸡蛋倒在我们煮好的汤圆里面，再用筷子充分的给它炒拌均匀，使每个汤圆上面都均匀的裹上一层鸡蛋液。另准备一个盘子，往里面倒入适量的黄色面包糠，再把沾过鸡蛋液的汤圆放到黄色面包糠里面，给它滚一下，均匀的裹上一层面包糠。像这样就可以了。所有的汤圆全部裹上面包糠之后，然后给它放入另外一个盘中备用。接下来锅中加入食用油，烧至4成热，筷子放进去迅速冒小泡，像这个油温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给它调成中小火，然后把裹好面包糠的汤圆给它倒进来炸一下。倒进来之后，先不要勺子翻动它，然后用手轻轻的晃动一下锅，使它受热均匀。我们一直炸至所有的汤圆漂浮起来，表面颜色金黄酥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给它捞出空油，然后给它装在一个黑色的盘子中。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，非常的漂亮啊，也是非常的酥脆，哇，太漂亮了。好了，像这样就可以了，端上桌就可以给家人美美的享用了。看一下，我们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汤圆，虽然是油炸的，但是吃起来一点都不油腻哦。个个都是圆鼓鼓的，一点都不塌陷，也不破皮儿。掰开来看一下里面，哇，真的是外酥里糯呀！哇，里面的芝麻馅忍不住都要快流出来了，看得我的口水直流啊！有没有馋到屏幕前的你呢？加了鸡蛋，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，当小零食用来招待客人，真的是非常的不错，强烈推荐给大家。寓意黄金万两，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都能发大财，腰缠万贯。好啦，今天给大家分享汤圆的新做法就到这里啦。大家如果感觉我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免费的赞吧。非常感谢你的观看与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